传说，在悟空三界芭蕉扇的火焰山，有着似火炉一般的高温炙烤大地，炎热的气候下，却有着千年前的西域古国，中国最古老的村庄，香又甜的瓜果葡萄，最浪漫的风土人情。这儿就是那个我从小就向往的地方——吐鲁番。欢迎来到小锤和大可的新疆之旅频道。在一路穿过中国第3大沙漠库木塔格沙漠之后，我们终于来到了传说中的火焰山。进火焰山啦！时间还在5月底，这里就已经显示出地表55度的高温。我们现在在火焰山景区里，后面就是那个巨型的温度计，对，上面显示55度。还是很热，还没到盛夏呢。对啊，真的确实挺热，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原来火焰山不仅真实存在，还延绵了上百里，沟壑纵横，起伏不断，一排排向上延伸的红色岩石像极了一簇簇火苗。一下车，一股热浪便袭面而来。《山海经》中记载其为炎火之山，据说在炎热的夏季，地表温度一度可以飙升至80度，还衍生了砂锅烤鸡蛋这个项目，果真是名不虚传。而火焰山景区里面其实并没有太多可观赏的，只有铁扇公主、牛魔王、唐僧师徒，还有各种游玩项目。跟车拍照要10块钱一个人，坐上车拍照20一个人，然后坐上那个车转一圈要100块钱一个人，太贵了，我们去坐小毛驴吧。最终我们秉着来都来了的想法去坐了一个驴车，砍了个价52个人，特价了。公里。好，约定嘛，赶紧折了。那个山里面是不能去的，是吧？不能去了，那个5月1号开始，有说那个安全区嘛。安全区啊，国家安全区。以前呢有一个0度的报警海拔，对，按现在就5月1号才被封的。也行了。刚刚体验完这个坐驴的项目，然后真的就逛完了。怎么说呢？这个景区要不是我们买了那个新疆旅游卡一卡通，我们可能应该不会来。说以前的话还可以走到里边去看那个0度海拔，但是现在的话就是那边成为了保护区，就被封了。如果你对这些游玩项目不感兴趣，只是想来火焰山浅浅打个卡，那我更推荐火焰山脉一侧的吐峪沟大峡谷，免费。悟空3界芭蕉扇的火焰山，对，就在我们身后了。就是山体的形状还蛮好看的呢，特别有那种就是火焰的感觉。对，而且纹理就像是冒火一样的。而位于火焰山吐峪沟大峡谷的出口，孕育出了一片绿洲，有着一座2600多年历史的千年古村麻扎村。这里还保留着最原始的生土建筑和传统的维吾尔族风情。黄土建造的房子错落有致，连成了一片。这后面有很多这种全是孔的房子，应该是晒葡萄干、杏干、桑葚干。是的，只不过这边没有什么居民了，所以这房子的空置闲置了。这里的村民大多都已经搬离这里，时光也好像将这里定格在了那个遥远的西域古国时代。八一老爷家的鼓楼里，物品陈列，似乎还是原来的旧模样。位于村中心的清真寺，也隐约向人们提起那个有关于千年守墓人的曾经。而这里的每一扇门，也都是一幅色彩饱满的画作，它们在这片黄土城堡里显得尤为耀眼。每一家的门都不尽相同，却又美得特别一致。我想是这些色彩绘出了维族人们自己的审美和浪漫。而我们也在即将走出村子尽头的时候，遇到了超级热情的维吾尔族爷爷奶奶。他们用着不大熟练的汉语和我们热情的打招呼，让我们去他的杏树摘杏子。可以摘2个甜一下。哇，超甜！
好，超甜。哪会吃的？我吃了。哎呀，而且水分超多。哎呦，水都滴出来了。看着葡萄还很小，还没熟。看这个，感觉还得1个月吧？不对，还得1个多月、2个月。7、8月份，现在5月份。爷爷家的园子不只有杏树，还有一大片的葡萄树。爷爷说，如果是8月来的话，就可以请我们吃葡萄了。在给爷爷拍照的时候，他甚至拿起了锄头，向我们展示他勤劳可爱的一面。我们约定要把拍好的照片寄给他们。爷爷担心我听不懂他的语言，便在地上画起了自己的手机号。那个电话号码。对，只要电话号码对就行，他会给你打电话的。刚才我们在这个麻扎村遇到一个爷爷，邀请我们合影，然后下去摘杏子，是还请我们吃他们那个。我们把照片洗出来寄给他们就可以了，是吧？还挺好的，热情。一个维族爷爷。是的。有起步价吗3个就不够1分钟15元。哦，这3公斤买3公斤的运费大概多少钱？比如寄到3公斤运费15元，一共15元可以啊。后来嘛，运费少一点。这个好吃的。这个玫瑰香葱爽会太阳晒烂的。那现在是好吃吗？好搞笑！妈呀，他眼睛真好看。谢谢。还是要给你一个吃吧。给你，他要给你。好，谢谢，真可爱。你看他眼睛多好看。你看就是，这家里卖吃的，天天吃，好幸福。原本我们只是来这个古老的村子里闲逛一下，没想到还能遇到这么热情的爷爷奶奶和可爱的小朋友，让我以后回想起这里，不再只是单纯的风景，更多的一定是他们的善意和笑脸。3、2、1。而炙热的火焰山下，除了有这座古老的村庄，真正的西域古国也是有迹可循。我们现在在高昌故国景区的门口，也不想这么热出来，但是这边它都是这个样子。是的，走吧，我们进去吧。对，太热了。走吧。走吧。现在我们就进这个景区里面了，然后远远的能看到一些遗址，我们往前看看吧。这个高昌国呢，大家可能不是很熟，但是提到玄奘，你们一定很熟悉。在真实的历史中，西去取经的玄奘曾经来到过这里，讲经授法。曾经玄奘西去取经，路过哈密。后来高昌国王呢就特别崇信佛教，所以就派人把他接过来，然后就翻过了火焰山，到达了这个高昌王国。崇尚佛法的高昌国王想请玄奘永远留在此处，但是玄奘已绝食明其取经的意志。最终高昌国王深受感动，与其结为异姓兄弟，并在沿途多番打点，护送玄奘一路西行。2年以后，玄奘遵守了那个取经归来、再次讲经3年的约定，回到了高昌。可惜的是，此时的高昌国被灭，昔日的义兄已逝，这片区域成为了历史上的大唐西周。这大概就是历史中的遗憾吧。时光流转了1000年，曾经繁华的西域古国已成为断壁残垣。如今我们也只能在这片废墟中遥望那些曾经的故事。时间风化了古老的高昌王国，也留下了火焰山脚下的千佛洞。没错，这也是一座1000年前留下来的佛教石窟。
不出意外的是，十室九空。40块钱，我们逛了其中5个窟，而在这5个窟里，我们只看到了空荡荡的洞窟、被剥开壁画、光秃秃的墙，以及记住了一个德国人的名字。每一次看到石窟的心情，都是一种既为古人的才华智慧所折服，又会为流散消失的文物所惋惜。但也许是这些遗留的残存，才更能提醒我们，这些残缺的美有多难能可贵。而我们现在有关于石窟的详细记载，也许可以在一些纪录片的复原场景里找到答案。千佛洞这个千佛洞到处里面好多东西基本上都快没了，对，都已经被德国或英国人给盗走了。是的，还有日本人。大概我们看了有5个洞窟，反正什么就是太严重了，自己看，没有什么解说。哎，是啊，太严重了，走吧。我们到时候去吐蕃博物馆看看能不能看到一些完整的复刻品。拜拜。走吧。啊，谢谢。跳舞。哎，好好。他弹奏，你跳舞。我不会。来，再来一下。随便打。说动手，好，可以。好。看一个按一个。火焰山旁边的村镇就叫火焰山镇，那晚餐就在这里解决啦。冒油呢？哦，刚出锅了，好烫。好吃，还很嫩呢。凉面，哇，这有面，然后完了还有凉粉儿。先吃口凉粉吧。爽滑，劲道，这个面。这么热的天，吃口凉皮儿，再喝个杏皮水。好爽啊！好了，开始吃饭啦。8点了，小朋友放学了。这个道路也被封起来了。这边的孩子8点才放学，开心呀！小学时候上过的一篇课文《葡萄沟》，是我对新疆最初始的印象。所以，即使我来的这个时间并不是葡萄成熟的季节，但还是来了从小就心心念念的葡萄沟。哇，快看这个葡萄，
如果我们8月份来的话，就可以吃了。反正这就是葡萄沟景区的一些景点，就是我们坐那个观光车进来，也不知道这边是个啥。是的，后面应该还有一些景点。对，反正就是搭建的一个景点。是的，我们身后还有一个大船。这就是他们晒葡萄干的架子哦。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来的时间没有葡萄，等到8月份这边应该都是挂满了的。那你看，全都是。对，如果季节对的话，这肯定挂都葡萄。没事，很多他们这个好像葡萄沟说到季节了，有很多葡萄是给供游客随便吃的。要不咱8月份再来一趟，看看吧。在极度炎热的火焰山脚下，葡萄沟的存在似乎又是另外一番景象。葡萄沟就在一个峡谷间，然后中间还有小溪，特别的凉快。是这里的避暑胜地，要比景区门口凉快多了。是的，真的是在沟里，还有水。葡萄架成荫，这种在葡萄下面散步的感觉太好了，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爷爷家的后院，就有这么一排，但它只有一棵，也很大很大。小时候我爸爸单位也是有一块这么葡萄，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有自己的院子，种上自己的葡萄，在下面边吃葡萄边乘凉。目前这是一个美好的幻想。是啊，走吧，走吧。走在缀满小葡萄的架子下，想象着它们成熟的样子。如果是那个收获的季节来到这里，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葡萄自由了呢？我都能想象到它成熟的样子了，超大一串。我好想8月份再来一次啊！来到吐鲁番市区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往古董老爷爷的浪漫城堡。我真的很佩服能为自己的爱好坚持下去的人，这座城堡的主人就是其中一位。这经年累月搭建起来的奇妙博物馆，积攒了爷爷20多年的心血。哇，有好多东西啊！里面收藏的物件各式各样，大到门口2米高的大水壶，小到一个手串、1枚铜钱、1个印章。每一个物品也许都有一段尘封已久的故事，几经周转，最终来到了这里，等待下一段奇遇。周边的房子都被拆了，只有爷爷一家还留在这儿。不知道这座城堡最终会不会消失，但是希望下次再去的时候还可以见到它。如果真的搬迁了，应该也会以其他方式展现出来吧。让他帮我们挑一个吧。谢谢啊！谢谢。好，谢谢啊。刚刚5块钱一个瓜，然后大叔说感觉给我们挑的这个太小了，就给我们送了一个小的。也就是说我们5块钱买了2个瓜。对，他这里本来是5块钱一个，10块钱3个。对，我的大小随便挑。太好了吧？是啊，买一赠2，5块钱2个西瓜还好，虽然不大，但是也超值了。对啊，我感觉就算它不甜，我也觉得很开心。是啊。但是大叔说小的比较甜，可能是的。小的瓜可能更浓缩一些。楼兰美女的故事一直都有耳闻，在得知吐鲁番博物馆也有些相关展示，那必须得去一下。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呀。不过还好，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吐峪沟石窟的复制洞窟，它的位置在吐峪沟峡谷内，现在也并未开放。在气候干燥的新疆，所有物品的保存时间也变得无限延长，所以你在看到保存完好的纺织品，真的会被惊讶到。不止颜色鲜艳的衣物，还有其他织物，以及这幅大名鼎鼎的女娲伏羲绢画。这2个你绝对猜不出它们是做什么用的。说是冠饰，你敢信？我是完全想象不到该如何佩戴，直到看到这幅画。所以说，长见识还得是博物馆。在吐鲁番的市区里，还有一座100年历史建筑苏公塔。
乾隆43年，吐鲁番郡王苏莱满二世为纪念和表彰他的父亲额敏和卓的功绩，便在此修塔建寺。这是新疆伊斯兰古建筑中现存最大的古塔，也是目前吐鲁番的标志性建筑，门票45。在这能看到雪山哦。这个疏洪塔逛起来挺快的，200多年的历史。其实主要就是看这个建筑和里面的构造。是的，这个塔也是这面最古老的塔了。对，新疆最古老的塔。算是清真寺。对吧？还蛮好看的，就是外面的建筑。是的。走，往外边说是吧？在气候炎热干燥的吐鲁番，人们对水资源的储存需求一直都是首要的，于是便有了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齐名的古代伟大工程坎儿井。这边呢，坎儿井博物馆，它就是过来感受一下中国3大工程之一的坎儿井是如何形成的。对，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过来看一看。它的主要原理是将春夏季节渗入地下的雨水和天山上冰川消融的雪水，通过利用山体的坡度引出地表进行灌溉，来满足日常生产生活用水。这个伟大水利工程延续了2000多年，至今仍然适用。在吐鲁番的最后一站，我们来到另一座西域古城交河故城，它曾为西域36国中的车师前国都城，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大的生土城市建筑群。这都是人从上面往下挖出来的耶，好厉害啊！挖地成院，掏洞成室，夯土为墙，如此特殊的城池构造，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座建在河床之上的西域古国，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曾经的繁华荣盛，也是很多地方无法比拟的。北魏至唐初，它是高昌王国属下的交河郡。后唐朝贞观年间，高昌国被灭，这里便被设置了当时西域最高军政机构安西都护府。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这里常年经受的战火摧残，也是交河走向没落的因素之一。我们身后就是交河古城的大佛殿了，应该也算是交河古城最宏伟的建筑。它在这个城市的中心，也是在最高的位置，最大的。然后我们还在里面找到了几尊残存的佛像，对，都是泥塑的，已经被风沙侵蚀。历史长河滚滚而来，淹没了无数城池的生与灭。如今这里也只剩下一片荒芜。所幸的是，在这个坍塌的遗迹中，我们还能找寻到一些关于1000年前的踪迹。今天买的瓜，先把它送我们这个瓜开了吧，拿个小的先把这小的开了。杀个小西瓜，撒点5块钱买了2个瓜，实在是太划算了。这是我们那大哥真是太热情了。是的，买1送1。看傻瓜了，直接切一半，咱俩一人一半就好了。哎呦，一看就感觉好，这个熟透了感觉。轻轻一切，它有点自己要裂开的感觉。对呀、哇，这么是熟透红啊！了，果然熟透了。这么小的瓜都这么红啊！哦，好甜啊！这个瓜是那个大哥送的，超甜，真的。走开。他要吃，不给他吃。这种又甜，然后水分又足。那没吧，我要吃了。快吃，真的。5块钱，我现在想想都觉得太划算了，真的。